冷冻的馒头不能吃，保存超过3天会滋生黄曲霉素，真相确实如此吗？吴大妈最近听到邻居聊天，说冷冻馒头不能放超过3天，否则会长出一种叫黄曲霉素的毒素，吃了可能会致癌。吴大妈一听，心里一紧，她家冰箱里可是常备着自己蒸的馒头，每次蒸一大锅，吃不完就冻上，随时可以热着吃。回到家后，她打开冰箱，看着那几袋冻馒头，犯了愁，这些馒头到底能不能吃？邻居们说的黄曲霉素真有这么严重吗？这些话是真是假？黄曲霉素真的是致命毒素吗？黄曲霉素是一种听着就让人毛骨悚然的毒素，但它究竟有多可怕？黄曲霉素这个名字其实源自一种霉菌，黄曲霉会在特定环境中疯狂繁殖，伴随而来的就是黄曲霉素的释放。黄曲霉素的毒性极其强，早在1993年，世界卫生组织就将它列为1级致癌物，其毒性甚至比砒霜还厉害，据说足足高出68倍。一旦食用了含有黄曲霉素的食物，哪怕量很少，毒素也会逐渐累积，对人体健康造成威胁。黄曲霉素主要会伤害肝脏，这是因为它的毒素会在肝脏中代谢，逐渐积累，从而让肝脏功能逐渐失调，最终可能导致肝细胞受损，甚至引发肝癌。这种损伤可能不会立刻表现出来，但时间长了，风险就会逐渐增加。其实黄曲霉素属于一类叫做呋喃毒素的物质，这类毒素的结构非常稳定，耐高温，普通烹饪条件下根本消灭不了。一旦食物中含有黄曲霉素，我们几乎没有办法通过加热去掉它。这种毒素偏爱温暖、潮湿的环境，尤其是在南方的梅雨季节，许多家庭会发现花生、玉米等食物表面长了霉斑，这时候就得特别小心了。表面上看只是发霉，但其中的黄曲霉素已经悄悄滋生了，肉眼是无法分辨毒素扩散范围的。为了避免风险，最稳妥的方法就是立刻丢弃，千万不要想着刮掉霉点再吃这种节省的方法，因为黄曲霉素会随霉菌的菌丝扩散，藏在食物深处。黄曲霉素之所以被称为隐形杀手，是因为它看不见摸不着，但却对身体健康有着严重的危害。人们平时可能不会特别留意这些食物储存的小细节，但黄曲霉素的潜伏能力让它特别难以防范。虽然它不会立刻治病，但持续摄入后对健康的威胁一点不亚于其他慢性毒素。冷冻的馒头真的能滋生黄曲霉素吗？很多人对冷冻馒头心里打鼓，担心放久了会不会滋生黄曲霉素。毕竟黄曲霉素是1级致癌物的名声让人不寒而栗。然而，冷冻馒头到底会不会有黄曲霉素，其实跟冷冻环境有直接关系。黄曲霉素的生长和繁殖对温度和湿度有特定的要求。一般来说，温度要在12摄氏度到42摄氏度之间，最适宜产毒的温度是24摄氏度到28摄氏度，而且需要高湿度条件。冰箱冷冻时的温度通常在-18摄氏度左右，在这个温度下，馒头即便放上几天甚至更久，也基本不可能出现黄曲霉素。很多人会问，黄曲霉素会不会在冷冻馒头解冻时滋生？即使馒头拿出来回到常温，这时也只是个短暂过程，对黄曲霉素的生成几乎没有影响。虽然冷冻条件下黄曲霉素不容易滋生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冷冻馒头可以无限期保存。冷冻时间过久的馒头表面可能会出现干燥、发黄等现象。这种情况下的馒头虽然不至于产生黄曲霉素，但也可能因为其他细菌的繁殖而变质，对健康造成影响。健康储存馒头还需要适度掌握冷冻期限。通常情况下，馒头在冷冻保存1到2个月内仍然可以保持不错的口感和安全性，但如果时间太长，不仅影响口感，水分蒸发过多的馒头加热后也会发硬发干，难以下咽。冷冻馒头在安全性上基本可以放心，但仍需要注意的是，冷冻只是延长保存期，不能恢复已经变质的馒头。食物安全无小事，冷冻馒头时注意环境卫生和储存方式，才能做到既省心又安全。冷冻馒头的保存技巧与健康风险。冷冻馒头虽然方便，但储存不当也会带来健康风险。要让冷冻馒头既保持美味，
又避免细菌和霉菌的污染，还是有不少讲究的。冷冻前的准备是第一步，刚蒸好的馒头最好在还微微温热时就装入密封袋，这样可以保持水分，减少冷冻后干燥发硬的情况。在装袋时记得尽量排出袋内的空气，因为袋内的空气越少，细菌滋生的空间就越少。很多人不清楚冷冻馒头的保质期，以为放进冷冻室就万事大吉。一般来说，冷冻馒头的最佳保存时间是1到2个月。过了这个时间，馒头虽然看起来还能吃，但其实已经进入口感衰退期。解冻后很可能会发干、发硬，甚至有一股冷冻食品的意味。为了避免浪费，可以在每次冷冻时标注日期，这样就能知道哪批馒头该优先吃掉。解冻和加热方法也有讲究，冷冻馒头加热时不用先解冻，可以直接上锅蒸，蒸10到15分钟左右，馒头就会恢复松软。如果喜欢更快速的方式，也可以用微波炉加热，微波时加上1杯水一起加热，有助于保持馒头的湿润度，不至于变得又干又硬。冷冻馒头虽然不会产生黄曲霉素，但并不代表它完全没有健康风险。冰箱的冷冻室通常很少清理，里面可能藏有一些细菌和霉菌。如果冰箱环境卫生不佳，长期不清洁，冷冻食品也会受到污染。所以，定期清理冰箱冷冻室，尤其是保持干燥和无异味，是保证冷冻食品安全的重要步骤。储存冷冻馒头时，食物之间最好分隔摆放，避免堆叠成山。如果有条件，可以使用分层或分隔的小篮子来存放冷冻食物，让每个馒头都有足够的冷气覆盖，从而达到最佳的冷冻效果。冷冻馒头虽然简单方便，但也并非想放多久就放多久。注意储存技巧和定期清洁冰箱，能更好的保证冷冻食品的安全性。这样既能享受冷冻馒头的方便，也不用担心健康问题。4. 如何避免黄曲霉素的风险？黄曲霉素的名声不好，毕竟它是一种致癌物质，让人谈霉色变。但其实日常生活中，做好一些简单的储存和清洁习惯，就能有效降低黄曲霉素的风险，让我们吃得更安心。很多人习惯将米面粮油堆在厨房一角，而厨房由于烹饪用水，湿气往往较重，如果储存环境通风不佳，食物很容易受潮。可以将米面等粮食分装成小袋，用密封袋装好，放在干燥的地方。如果家里有条件，可以放进密闭、干净的储物桶里，偶尔通通风。定期检查食物的新鲜度也是预防黄曲霉素的重要一步。放久的食物，即便外表没有发霉痕迹，也可能在内部滋生霉菌，尤其是天气湿热的季节。不要等到食物变质再丢，过期或储存不当的食物要及时清理。遇到粮食或干货有异味、发黏等现象，绝不能心疼浪费而继续食用，因为肉眼看不到的霉菌可能已扩散到整个食品中。购买食品时也要多留心，优选新鲜、无霉斑的产品，尤其是花生、玉米等容易感染黄曲霉的食材，建议去正规商超购买，质量更有保证。小作坊生产的土榨油、散装粮食等，缺乏良好的储存条件，霉菌超标的可能性较高，也要谨慎购买。此外，购买食用油时尽量选择小瓶装，开封后尽早用完，不让油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。在家处理食物时，注意卫生习惯也至关重要。烹饪时避免交叉污染，生熟食物分开处理，尤其是在处理发霉的食物时，不要心存侥幸想着挖掉发霉部分就好。霉菌的菌丝早已深入食物内部，无法简单去除。不管是霉变的水果、米面，还是发霉的坚果，一旦发现发霉现象，要果断丢掉，因为霉菌产生的毒素难以通过高温消灭。冰箱的定期清洁同样不可少。很多家庭会将冰箱当作储存保险柜，其实冷冻只能抑制霉菌繁殖速度，并不能完全杀死它们。清理冰箱时，尤其是冷藏和冷冻层的角落、缝隙等容易积累霉菌的区域，最好定期用稀释的白醋或专用清洁剂擦拭，让储存环境更加卫生。冷冻馒头的安全性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可怕，只要妥善储存，定期清洁冰箱环境，密封保存，冷冻馒头不会滋生致癌物黄曲霉素。虽然黄曲霉素确实是极强的致癌物，
但它更容易出现在高温潮湿环境中的霉变谷物、花生等食物中。冰箱冷冻室的低温和干燥条件并不适合黄曲霉素生长。不过，冷冻并不是万能保险，长时间冷冻馒头可能影响口感和新鲜度，甚至在冰箱不卫生的情况下遭遇细菌污染。为了确保食材健康，最好的做法是控制储存时间，标记日期，及时清理冰箱，分隔摆放食材。此外，不仅冷冻馒头，其他含有油脂的食物等也应避免潮湿，保持干燥通风。掌握这些小技巧，可以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吃得安全健康，也能打消对冷冻馒头的安全顾虑。合理储存、科学保存是实现食品安全的重要环节。